我们来看一个指标，它叫做内容或者是社群媒体上面的半衰期。这意思就是指当今天内容达到一半的互动量，降低到一半互动量所需要的时间为何？这句话意思其实就是，当你发表一个内容到一个社群媒体，或者是到一个平台上面，它没有互动的时间大概是多少？那以TikTok 来说，大概就是0分钟转瞬即逝。那到了 Twitter 或者是 Facebook， 它大概可以维持1到2个小时左右。那上到了 Reddit 或者是 Instagram， 它可以维持大概几个小时到1天的时间。YouTube 比较久，它大概可以2天到10天左右的时间。那 SEO 文章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些数位资产形成的文章上面，它的复利增长是可以维持至少2年以上。而且你有持续优化，你有持续迭代，就可以让这些搜寻引擎或者是让这些 AI 的搜寻持续的推荐你或者是引用你。好，所以经营好 AI SEO 上面的数位资产，让 AI 愿意推荐你、引荐你的一个参考的内容跟资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未来的网站，它其实不只是一个网站，有点像是我们在建立一个让不管是 AI 爬虫还是搜寻爬虫，更愿意让认识我们这个网站或者是品牌内容，想要提及或传达，想要怎么样解决人们痛点的一个资料库。好，所以我们在做 AI SEO， 其实我们上来做一种内容的投资，而且它是可以不断的去滚动出复利，我不断的去经营，不断的去堆高，不断的去布局各式各样的关键字或关键查询词，它是可以不断的去复利上去的。好，那过去可能我们只要做好 SEO， 它就是一个流量工具，我把大收量的关键字做好，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带进所谓的自然流量。但现在我们不只要这么做，我们还需要把语义结构化做好，我们需要做好 EAT， 我们需要做好规律分号，我们需要做好 AI 可读性的打底。这些一切啊，其实我们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大家想象一件事情就好。整个网站它其实它的栏位都是一样的。过去我们是让优化好特定的栏位，让搜寻引擎的爬虫进来理解认识我们的网站。但现在我们做好这些栏位的优化，我们其实不只让搜寻引擎的爬虫，我们让每一家 AI、ChatGPT、OpenAI 或是 Perplexity 或是 Claude 的爬虫进来，更认识、更理解、更了解我们的品牌跟产品。OK，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正好是传统的 SEO 打底的好，就可以是未来 AI 搜寻上面的基础建设，你做得好，你就可以进到 AI 搜寻市场上这个入场券，做一个全面的翻身。好，那到底怎么样的网页才可以让 AI 看得懂，或者是读得懂你想要传达的目标，或者是你想要让它读取的资料？第一个就是你的结构有没有做好设定，这个结构可能分成我的问答的布局有没有足够的完整，我的结构化资料有没有做好，我的 H 标签，我的 title 的 description 有没有做好，把这些最基础的基础建设，也就是原本我们 SEO 在做的事情，做更好的深化跟优化，它会是一个决定性的重点。第二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把页面做得像 API 一样，因为爬虫进来它其实有一点像是在把你的网页看成一张图来做读取。你有没有给予搜寻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比如说我在找面膜晚上可不可以使用？那今天消费者他在找这个面膜晚上可不可以使用的时候，他需要你给他明确的答案，解释原因，甚至是推荐商品。那这个网站结构有没有照 AI 这样子的结构来做布局？网站的结构越清楚，语义越一致。语义越一致的意思就是，你不只在网站上面这样讲，你也在你的社群媒体，甚至是你的 YouTube 这样讲。AI 越容易找到正确的资料，也更愿意推荐你。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把整个网站设计给人看，我们也要让 AI 来读懂我们的网站。因为其实整个我们在说 AI SEO 或者是 GEO， 其实就是让这些 LLM 可以去读取到你最干净、最好可读性最高的界面，就像是机器在读取你们的页面一样。好。那我们在 AI 搜寻的方式啊，其实是跟爬虫的理解跟 AI 的搜寻引擎的爬虫的理解是有点不一样的。AI 搜寻引擎的爬虫，它的理解方式叫做 RAG， 就叫检索增强生成。那意思就是指，如果今天我们把搜寻引擎的爬虫跟 AI 的搜寻的爬虫各看成是一个厨师，过去传统搜寻引擎的厨师，他当今天我们输入了一个关键字，比如说我们想要找大酱汤，那今天这个厨师他今天就会把这些大酱汤的食谱。他从各地方拿回来之后，他就端出这10道食谱，让你去看你到底是要找哪一个大酱汤。那在 AI 搜寻的这个厨师上面，他会去针对每一个食谱做贴标签。比如说 A 食谱的第1个食材我贴一个标签 ，B 食谱的第3个食材我贴一个标签 ，C 食谱的第2个食材我贴一个标签。到时候他给予答案的方式是，他会把这些食谱里面的每一个标签的食材重新整合成他认为最好的答案是什么。所以你拿到其实是 AI 自己帮你煮好的一个完整的料理。我们从这个 AI 搜寻的方式
理解到，就是我们过去做大数量的关键字，我们需要一个很完整的文章布局，但进到了 AI 搜寻时代，我们必须要把语义切分得更细致，把它切分成一块一块，我们要把每一个问题都切成一小个章节、一小的章节，来让 AI 更好的去读取。好，所以整个 AI SEO 啊，目标我们重新定义的话，过去我们可能会看很多关键字的排名，所谓的自然流量、曝光的次数、点击率等等。但到了 AI 的 SEO 的时代，新增的指标就包含引用率、提及率、曝光率 ，AI 有没有引用到你要给的答案，你的资料中能够给它的答案，AI 有没有办法提及你的品牌或你的产品，在任何的 AI 管道中有没有办法曝光到你的产品，以及整个全域搜寻的可见度，包含 Google 自然流量、ChatGPT 的曝光、提及等等，都会是我们要关注的指标。